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搞个戒严哦，现在被搞下台了啊，要弹劾啊，说他要搞戒严之前，曾经希望台湾支持他啊，怎么回事？韩国媒体说的啦啊，说韩军前情报司令秘密到台湾来出差啊，情报司令叫做文相浩，在他要搞戒严之前呢，11月到台湾出差，引发关注。军方内部人士透露，文相浩那次行程是为了请求台湾支持紧急戒严。哇，这严重了啊！那总统府就说这是恶意造谣，叫他赶快更正啊。那问题韩媒会不会理他？不知道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台湾大罢免现在登到国际版，路透社说中国力挺国民党啊。那就说因为中国国台办有说啊，这不应该搞大罢免等等啊，所以我一直讲，我说你中国这个事情让台湾自己处理，就不要讲话。哦，就算有记者会问你，你得忍住不要讲话。台湾，我讲实话，台湾每次选举都给你害死了，哦，真的给你害死了。你不要我们选总统、副总统那一次，我在嘉义游街，突然想起来，手机响起来紧急警报，说老共啊，共军这个飞弹来了。他是射火箭了，射飞弹。你知道那一次下去，我们做民调6%，就一下子掉了6%，6个百分点。所以你知道你们不专扯国民党后腿，民进党高兴死了。民进党你只要讲话，民进党就加分；你只要讲话，民进党就加分。哦，那你我也对好吧，我也知道你现在无所谓国民党到底怎么样，你不在乎，我也相信了。哦。但是你也不需要，你就不要讲话，不可以吗？就你看，连这个路透社都说你支持国民党，国民党被你支持就死了嘛。哦，国民党要你支持吗？不需要你支持的。哦，国民党根本不需要你支持的。哦，所以拜托，你们少讲话，少动作，飞机也少来绕，少过中线，来都是替赖清德加分，好吧？这个陆委会叫人家跟着。我都怀疑哈，陆委会跟路透社是搞不好他们是有互通声息的，或互通这个讯息的哈。路透社一出来，陆委会立刻中共要介入台湾的选举投票要提出什么1要4不要，类似立刻就打蛇随棍上啊。那国民党说不要帮民进党洗地事实上呢，就是我常讲嘛，如果国民党有哪个委员的确是跟老共有勾结。民进党一定有资料，你搞国安，你搞情报，你搞假的，抓出来判刑就是啦，办他这些如果有立委这样干，你枪毙他我都赞成，我完全赞成。但是谁嘛？是哪一个嘛？你就不能随便讲，而且现在到目前为止抓到匪的都在你民进党政府里面啊，总统府、国安会、外交部、行政院不都在里面吗？那国民党有谁？你讲啊，对不对？你们情报那么厉害。你每年花多少钱做情报工作？你自己说，那你就把他抓出来就是了。你连这个本事都没有啊？不是吗？你太差了吗？抓几个出来给我们看看呢？好吧，这个那国民党去投诉日经亚洲了，说赖清德呢是发动民粹，而且这是政治的报复，会动摇区域的安全。不只是台湾的这个安定，区域都会受到影响。民进党就反击说这是告洋状，又是为中国说话啊。好，我们看一下。22号晚间，照明弹划破屏东夜空，陆军586旅正在执行联勇操演。民众拍下国军从步枪到重装备火力全开，只是说到国防情报事故，台湾却在22号又上了南韩媒体版面。 개엄 이틀 전인 지난 1일엔 경기 안산의 한 패스트푸드점에서 노상원 전 정보사령관을 만나 계엄을 모의했다는 의혹도 불거졌습니다. 您还记得前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时任情报司令官文相浩吗？当时他被窥视汉堡店谈戒严，但现在南韩的韩民族日报揭露，文相浩去年11月来过台湾出差，还指军方人士说是为了请求台湾支持紧急戒严。新闻更引述民进党去年 Threads 发文挺尹锡悦的争议，直指这显示台湾执政党等于支持尹前总统宣布紧急状态。总府回应报道。
无中生有，明显恶意造谣，强调台湾不会涉入评价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我国政府高度遗憾，并要求尽速更正。不过，随着大罢免倒数，外媒也很关心。路透社就专门报道叙述中共如何系统性试图影响台湾的罢免选举。内文有纳入国民党回应，说既不要求也不想要中国的支持，但无法控制中国的言论，强调不亲北京。国民党的国际部也投书了日经亚洲，以台湾的民粹主义过度扩张，正日益成为区域安全的风险为题，指赖总统纵容极端派做大，对台湾民主深化不利，更指大罢免若成功，绿营一党独大，美国和盟友也将发现台湾更难以沟通，选举擂台不只局限于国内，更在国际版面。很明显，刚刚有提到说，南韩的韩民族日报提到说，前情报官来台湾说争取说啊支持他们的戒严。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同一时间很巧合，民进党的小编，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小编发了一个挺戒严的文呢。虽然后来紧急撤掉，怎么那么刚好？都同一时间呢？你有没有觉得某种程度的巧合，让他觉得令人觉得很毛骨悚然？是某种巧合。当然，如果总统府认为这是错误的消息，那赶快是不是要透过除了发澄清稿之外，是不是要透过相关的外交管道去做交涉一下？而且我看这个报道是引述了相关的军方的讯息，是韩国军方还有相关的检调的讯息啊，这不是在野党给你栽赃嘛？所以就澄清而已嘛。就说民进党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是这样，就说这次的大罢免是这样，因为我都协助站路口扫街啊，我去站路口常常遇到，譬如说这真的在那个站路口如果是红绿灯停到，民众就说你国民党都不爱反共，你跟我反共，立场讲清楚啊，我都反共。然后就是用抹红的一个方式，就用贴标签。刚赵先生讲得很好啊，现有的国安法、两岸关系条例，你只要违反相关的法令，譬如说如果假设共谍，像包括总统府这种共谍的话，立即就说检调，立即约谈嘛，甚至把最高的刑责就把他那个声押就好了，有吗？那你在野党都扣红帽子嘛，就有民党包括很多支持者就听信这一套嘛。什么叫反共？国民党不反共吗？什么叫反共？让中华民国更民主、更自由，比对岸更民主、更自由、更开放，这叫反共吗？那问题只有用这种栽赃抹红的方式，民众就听了。那很多人的仇恨值就这样被煽动了嘛。所以当民进党在包装说现在不是为仇恨而动员现在是为爱而罢免，爱台湾的民主，这听了不让人觉得很一笑皆非吗？所以我觉得什么叫做反共嘛？如果卖芒果干 2.0 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最后当台湾被撕裂了，台湾民主也被撕裂了，台湾是不是变成说民进党只有一言堂的时候，变成民主走回头路？我觉得礼拜六的一个反罢免是一个检验的时刻了。来，曾宇，其实大家可以看民进党一直以来很习惯就是外销转内宣，过往其实都是欧美国家开始，现在开始从日韩开始喽。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明贤哥有特别讲到的这样的诸多的巧合之外，你可以看到世界真的看到台湾啦，因为民进党把台湾的脸丢到全世界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刚刚有非常多的巧合事件是。你可以看看为什么民进党立院党团他的社群媒体反而是迎合戒严这件事情，而且还有一票的网军跟大家说戒严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这样子才会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诸多的巧合，我觉得或许是下面的可能侧翼网军的体认到，总统的圣意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南韩可以，台湾为什么不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关键点。那同时间啦，我觉得今天这个消息来的原因，我觉得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无风不起浪？我觉得这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会莫名其妙来，就像之前副总统他相关的被人家有车辆攻击的事件，也是无风不起浪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基本上都是国安军方相关的资讯传回来台湾，但是现阶段我们的民进党政府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澄清跟消息的。我可以说，大家一直是在说总统府一直讲说，没有这样的消息，这是假讯息。其实很简单，外交部你只要去查一查相关的人等有没有入台，如果没有，直接澄清啊。如果你们都不敢澄清的话，那不好意思，也难免大家会认为说，这个消息可能有蛛丝马迹可以去参考。对，郑宇刚刚讲很好，这个人有没有来台湾呢？对啊，一定会有出入境，一定有资料嘛。有或没有的话，立刻公布他们没来啊。如果有来，要来做什么嘛？讲什么？他讲清楚。接触了谁嘛？跟谁接触讲了什么东西嘛？这总可以大家告诉大家。光民进党政府就是抹红，你抹红、抹黑、抹黑、抹红啊，你乱讲一通就这样子。那实际上到底怎么样？告诉我们，徐大家回来。
那反正选举哈，过去的事情就被挖出来哈。现在把曹兴诚当时说跟国台办说两岸和平共处法呢，说这个才叫做骂他了啦，说才叫做舔共卖台法，什么两岸和平共处法哦。那另外呢，这个林涛哦说曹兴诚以前提两岸和平共处法，然后呢说他这个跟国台办这个副主任啊孙亚夫吧哦说曾经同框哦。那另外呢，罢免徐巧芯的发言人哦，说被爆出来说常年在大陆经商哦，所以呢说他抗中是假的哦，抗中怎么还一直在经商呢啊？那罢免团体就说，那你们呢？你讲我们，你们接触那个统战大陆的这个统战部门呢，风险比我们只是一个老百姓啊，就做生意而已啊，你们风险更高。这你没有对证，就是你没有就事论事，就这个事情，这个人叫发言人啊，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在大陆做生意？问你这个事情嘛，你去扯那么一大堆干嘛呢？哈，那你为什么闯红灯？哎，那么多人都闯红灯，你扯这个嘛啊？那罗大佑哦，常孝龙昨天访问他，本来要谈他的最近的新歌发表了，新的演唱会了，结果罗大佑突然哦说，人类运行像春夏秋冬的话呢，有恋爱，有传宗接代，日月轮回，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世界就会运转得很好。最近呢，大罢免太怪了，大罢免就是赖罢免啊，赖皮罢免，这是不对的，要大破功才行。那这个唐孝龙一天很急，我没有叫你谈政治啊，哦，唐孝龙不要谈政治啊，他怕他谈政治，我叫你谈演唱啊，谈最近的新作啊，等等等等哈。那罗大佑就说呢，他反正就讲了嘛，啊，那唐孝龙没有继续引导他了哈，就算了哈。那网络当然就暴动了，然后罗大佑在音乐界是教父嘛，哈，他当时哇那个时候。算是对抗议歌手，他不是很多歌都是反映当时的这个反社会的歌曲，所以当时也批判性很强的嘛哈。那后来我就唐孝龙不要跟他访问，我要跟他访问了，所以我就发一个 line 给他哦，我就说大佑哦，明天中广我可以访问你吗？他就传了一段话，1分多钟，讲很多内容是说他其实也不想介入政治了啊，不过他写了一段东西给我。哦，他说你可以运用，这是我的心声啊、哦。好，他讲我念给大家听哈、哦，就是赖罢免，什么大罢免，搞得好像是大扫除、大清洗、大洗涤、大跃进似的，好像很有正当性，有个屁正当性。蓝营别上这个当，就是赖罢免，让他赖罢免大破功，摧毁掉了这个赖罢免之后，再全力罢免赖。讲完了，他的很简单啊，这个简单明了了哈啊，好吧，我们看一下。秀出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2013年和时任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在北京会谈的合照，国民党指控这是曹兴诚舔共的最新证据。你曹兴诚才是舔共的急先锋。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在2013年的时候。曹兴诚跑到北京去参加北京会谈，甚至讲说统一不见得对台湾不好。当时候在他隔壁的就是当时两岸主责的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国民党批评曹兴诚当年跟孙亚夫大谈两岸和平共处法，声称统一为前提对台湾反而是好事，还质疑台湾的法治民主都只是西方的观点，能成为表率吗？如果有统一的前提对台湾反而是件好事，至少中国大陆会对台湾好一些，有更多的优惠措施给台湾人民，甚至他质疑台湾的法治进步、人权评估，这是西方的观点、西方的标准，是不是他也认为法治的进步跟人权对台湾不重要呢？反正。我觉得曹兴诚的立场啊，大可不用在这边把它放大来解读，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初放弃中华民国护照，然后就到新加坡去，然后目前来说，然后再回来，然后所讲的每一件的事情，大概只有他的同温层是可以。那我倒是认为说实在的，你一些霸团的领衔人，他们在跟我们彼此在辩论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些人。
真的是他那个逻辑、那个论述哦，我说实在的，可以当个领衔人，我也是叹为观止了。那我只是觉得，就是说，这时候大家在这个罢免的时候就吵的这个中共的这个议题，谁是同路人？你过去来说，就像你刚刚说的花莲的这个罢免的发起人，他去大陆做生意没什么不对啊，他是市民去做生意没什么不对啊。然后呢，你就好好的承认你过去在大陆做的生意，然后你长期留在那个地方，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不用在那边做人家的生意，赚人家的钱，然后今天又一个义正言辞的告诉我们今天一定要维护台湾的主权，你不用如此的一个双标。我只是说，过去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于跟中国大陆有任何关联性的时候，都要被放大解读？这是谁造成的？当然是民进党嘛。本来好好的可以这样，曹新成有大陆的小三，赵天麟有大陆的小三，说实在，男欢女爱你说了算。可是呢，你就是用那个标准来看看所有国民党的人，只要去拜访，然后合理的拜访，我们里长即使过去看看人家的一些建设，你回来就要用很多不同的法来给他征询。就是你的标准不一样，才会造成现在反而是只要有任何一点跟他有关系，然后大家就把它放大解读。沈伯洋的爸爸去大陆做生意有问题吗？也不需要被批判啊。可是你当初是用什么标准来要求这个国会立法委员的？所以大家就会因为这个整个民进党所造成的这个风潮，才会是今天两岸当中只要有一点点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都会当做一件事件来做一个解读。那这个东西就是民进党所造成的。那至于罗大佑跟杨玄，我说实在的，他们都是在不管是在文坛或者是在音乐界当中，都是以批判，对于社会来说都算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声音。我们有罗大佑，可是李素全当初他也是做了一个这个草蜢，大家也认为他的歌声也是蛮震撼人心的。所以现在反而是在最后3天当中，谁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人，我们目前为止比较担心的就是。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个想法，可是这些想法所发酵出来的，以我们来说，蓝营本来目前为止，大家认为是还持平到一个比较是可以的一个状况。可是慢慢的有很多不同的讯息，包括刚刚路透社、国台办等等的东西，都会造成这48个小时当中，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波动。我只能说，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像罗大佑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愿意站出来谈，赵大哥愿意把它宣读出来，我想在我们蓝营这边会造成很大的效果。杨玄也是，然后其他的阵营，大家就看在最后的48小时当中，如何能够跟住，然后都守住我们认为真的能够对于赖清德，让他能够好好的反省，对于罢团这些所有所作所为能够做一个反省，我觉得这才是26号大家出来投票最大的一个意义了。麦乃金，这个讲到这一段时间以来啊，罢团呢到处这边讲说你反共啊，你交出反共成绩单，你怎么不反共啊哈？然后呢，在花莲的部分呢，还拿出这个老蒋、小蒋啊2蒋，然后这个中华民国国旗呢，来去呛这个傅昆萁哈。我觉得这个罢团呢，他们这个反共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操作过头了哈。拿老蒋、小蒋，老蒋、小蒋是反共没有错，他们也是坚定的统一耶，他们坚定的主张统一，那你怎么不讲呢？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在于是，我觉得非常的荒谬。之前的时候，刘世芳不是还要把那个中正路通通改掉吗？那你们现在怎么又拿老蒋出来呢？你们怎么又拿反共出来呢？所以呢，这纯粹就是披着这种仇中恨中的外衣，好来去操作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反共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你今天，你为什么不去呛这个？你为什么不去呛这个川普呢？你们不是抱着川普的大腿，然后他做什么都对吗？那川普是不是他这个不是他还着急的不得了呢？他还说我很快就跟他见面了，我今年一定会跟他见面。那你们怎么不去呛他呢？你们怎么不去这个川普的这个Truth Social上面留言啊？请你交出反共成绩单，你怎么不反共？你怎么可以跟这个独裁者站在一起呢？所以这些人很荒谬嘛！你反共什么啊？就是他这个完全就是披着这种罗织这种中共同路人呐、这样子的一个罪名哈，然后呢掩饰这个赖清德呢，完全就是一个罗大佑讲的没有错啊，就是赖皮嘛，你选输了不甘心，然后在这个国会呢。也不过就是让你在民进党在国会里面不能够当多数嘛，就要用这样子的罢免，通通把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通通洗掉。有人这样子搞的吗？有人这样干的吗？我最看不起的哈，就是一些这个什么
什么绿营的学者啦，然后呢这边讲的什么非常什么国民主权意识啦，还有什么宪法的理论呐。哎，我跟你讲，你们这些人诚实一点啊！你们呢就讲说，国民党呢不配在这个台湾呢拥有国会多数的席位，国民党呢也不配当选这个总统。你这样讲，我还佩服你一点。讲了那些什么样的外衣，什么我们的主权会丧失，国民主体性会丧失，都是骗人的。至于讲到罗大佑啊，我觉得我也蛮意外的哈，因为呢。没有人想到，就说他会在接受香龙访问的时候啊，又吐出了他这一段的这个心声啊，就是批这个赖皮罢免哈。就罗大佑呢，罗大佑跟杨选哈，特别是这个罗大佑，因为罗大佑呢，他就是一个有摇滚精神的啊，摇滚灵魂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从戒严时代到了解严之后，他的创作的歌曲，他的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他都是站在当权者的对立面哈，所以他以前的时候呢，可以有知乎者也啊，有这个爱人同志啊，然后在李登辉时代的时候呢，他也做过这个李登辉养的一条狗啊哈，然后呢在这个民运之后啊，89民运之后呢，他也批判邓小平啊，写这个侏儒之歌啊，然后在这个2颗子弹之后。他就在他的《美丽岛》专辑里面呢，他把他比较早的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创作的歌曲《绿色恐怖分子》就放在里面了哈。所以说他向来他就是很像 Bob Dylan 那样子的，就是有一个摇滚精神的哈，有摇滚灵魂的这样的一个乐手。所以他在华人的这种乐坛里面呢，他才会有这样子个教父地位。杨旋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我就是真的有点惊讶了啊！我前2天呢看到这个。就是杨旋的1/4的荒谬的时候，我再三确认啊，就是说，哎，这真的是杨旋做的吗？真的是杨旋民歌之父，他算是了。对，杨旋就是民歌之父，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要唱我们自己的歌，所以呢，那就是杨旋他们要代表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在这么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哈，当时杨旋他们弄这个民歌哈，就是。我们要唱出我们自己的歌，而我们不是要接受什么西洋的流行音乐啊、摇滚音乐，这个是民歌的精神嘛，哈。所以他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我觉得很值得所有的人来思考。你看他给我同学的 LINE 哈，这几天看到7月26号就要开始进行大罢免跟罢免的投票决定。我本来就觉得这个活动是执政当局跟民进党在背后指导操作的，利用法律规定的1/4联署来决定是否进入罢免程序，来罢免经过选举选出来的议员，本身就是一件容易引起争议的事。为了这件事，我这几天编写了一首2分25秒属于 YT Short 歌曲的歌词，并请 AI 协助创作合适的旋律。然后呢，反正这个增添，然后有找这个歌手 AI 合成这个生成许多歌手，增添一些现场的感动等等。所以他在网络上他在那个 LINE 上跟我同学有这样的联络，他也欢迎大家都能够这个播放等等版权，他现在他很怕版权，你知道吗？没有违反没有，他说版权公开，现在就回来。